你有没有想过，你死后的命运不止一次，有可能会转世投胎到另一个身体里面？轮回的信仰在亚洲国家非常盛行，包括印度、斯里兰卡、泰国和尼泊尔。人们相信人的灵魂会永生，它会一次又一次的转世到另一个身体里面。这种轮回的文化呢，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教的教义，它已经存在了数千年，而且至今仍在不断的影响着人们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轮回作为一个神秘的概念，在印度教、佛教和道教里面都存在着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它揭示了人类的灵魂在死亡后不会消逝，它会转生到另一个身体里面，永远的循环往复，直到得到解脱。在印度教中，轮回和宗教教义紧密相连，人类不断的往生来逃离生死轮回，最终与宇宙的灵魂合而得一。佛教认为轮回是人类因为烦恼而产生的结果，在不断的投胎中受到因果报应，只有悟道成佛才能最终获得解脱。而在中国的道教里面，轮回是一种生命的特征，人类的灵魂可以穿越生死，直到一个长生不死的一个境界。总体来说，亚洲国家的轮回文化强调了灵魂的一个不灭和因果报应的观念，人们可以通过修行和提高自己的一个精神境界，追求精神境界来超越轮回，实现灵魂的一个解放。我们一开始讲的这个叫萨提娜的故事，就是当时在整个世界最为轰动的一个轮回记忆的案例之一。那么有人就会问，是不是轮回只存在于那些相信轮回信仰的亚洲国家里呢？但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现在就来说一说西方国家对于前世轮回记忆的一些案例和研究。有人对前世记忆持怀疑态度，认为它只是一个宗教信仰。他们认为只有宗教支持轮回存在的地方，它才会存在。但是这种看法被一个西方学者打破，他就是美国著名的精神心理学家伊安·普雷蒂曼·史蒂文森教授。他在前世研究领域中最负盛名，他的研究成果受到全球学术界的一个高度认可。他的研究也打破了轮回只存在于宗教信仰中的一个局限，为这一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史蒂文森教授是一个杰出的精神心理学家，他曾经花费了整整50年的时间来研究关于前世记忆和轮回。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讲讲史蒂文森教授的一个生平，他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的主要研究对象呢是7到12岁的一个小孩子，这些孩子能够回忆起自己十几年前、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发生的事，距离都很遥远，而且所说的事情据考证都是真实存在的。当这些小孩子把自己前世的故事讲出来以后呢，史蒂文森教授会根据这些故事去深入的研究、调查、核实，最后确证是否有轮回。他在将近40多年的研究里面呢，搜集有3000多个轮回的案例。他发表的著作呢也很多。早期有一个作品呢叫做20个案例轮回，英文呢就叫做轮回。史蒂文森这部早期的作品20个案例中呢，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案例，就是英国双胞胎的投胎故事。有说这个双胞胎呢是从两个人同时投胎过来的。这对双胞胎一个叫吉莲，一个叫简妮弗。他们是1958年10月份出生在英格兰的一个家庭里面的。这个双胞胎他是从哪里投胎来的呢？也就是从这个家庭投胎来的。这个家庭以前有一个姐妹，姐姐呢叫乔安娜，妹妹呢杰奎琳。姐姐11岁，妹妹6岁那一年也就是1957年5月5号那一天，姐妹俩走在街道上，都是被一辆车撞死了。这辆车呢，据说是一个喝了酒的妇女开的，然后呢，一下子就冲到了人行道上，那就把姐妹俩撞死了。然后姐妹俩撞死以后呢，父母都特别的悲伤，特别是她的父亲，非常非常想念死去的2个女儿。1年后也就是1958年年初的时候，她的母亲怀孕了。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父亲就非常的相信这一次怀孕一定是双胞胎，而且当时的医生都没有检查来出是双胞胎，但他父亲就是莫名其妙的觉得这一次生出来的孩子一定是双胞胎。这个事情就很奇怪父亲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证明父亲说的是对的，双胞胎出生以后姐妹俩就慢慢的长大。
他们能够说话的时候，就开始能够记起自己的前世了，说他们就是这个家庭死去的姐妹俩投胎过来的。父母呢觉得很震惊，但是生活中种种的迹象都表明是这样子的。后来史蒂文森教授呢知道了这个故事以后，到他们家里去调查访问啊，这个双胞胎都非常喜欢自己死去这两个姐姐遗留下来的东西，拿到以前的这些玩具，姐姐和妹妹呢就分别给这些玩具取名字，她们都是拿自己各自过去的玩具，而且起的名字都是一样的。姐妹死去时留下的那个小狗小猫取的名字都一样，而且这两个人大概长到3、4岁的时候啊，有一次父亲就带他们到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呢，他这个小孩子长到3、4岁之前从来都没有去过，但是他们一到那个学校，就回忆起了这个学校的一些景象啊，他们以前在这个学校所经历的一些故事啊，这让他的父亲感到非常的惊奇。父亲说为什么？他说两个姐妹俩就说我们以前在这里上过学呀，说得非常非常准确，就是非常符合这些孩子前世死去前的两个姐妹的一个情况。后来双胞胎的姐妹的关系啊，也很像她们死去的这两种姐姐的一个关系。比如说已经死去的那两个姐姐，当时姐姐是11岁嘛，已经学会写字了，妹妹6岁还不会写字，所以当时呢，姐姐是很喜欢教妹妹写字的，两个人感情也非常好。这种现象呢，就出现在后来的这对双胞胎身上。双胞胎的姐姐啊，她很快就能够拿笔写字，但是妹妹呢，学了好久，还是会用拳头握着笔写字，她不会握笔，而且还是这个姐姐很喜欢教妹妹写字。然后史蒂文森教授说，人这一生呢，所学到的东西，所具备的才能和才华，往往都是前世所积累的。比如说这对双胞胎姐妹，姐姐前世会写字呀，所以她这一生很快就会学会。但妹妹死的时候，她还不会写字呀，所以她在写字的能力上就不行。史蒂文森教授呢，经过他的多方核实呢，把这个故事发表出来。所以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故事的侧面来证实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所谓的神童、天才的儿童，一出生都非常有才华，但是他们的父母或者他们整个家族都是非常普通的，甚至平庸的普通人。而这些所谓的神童和天才，其实就很有可能是前世的积累。就像大音乐家莫扎特，他6岁谱写的曲子，到现在也已经是轰动于世的大型的交响乐曲。6岁的儿童，如果不是前世的积累，他怎么可能写得出这样的作品？所以史蒂文森教授告诉我们的是，人的前世的才华和能力是可以被传承和累积到今世的。说完在英国的这个双胞胎的故事啊，我们再来说一个发生在印度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这个案例呢，是史蒂文森教授在印度的一个科研项目里面研究的对象呢，是一个叫斯瓦拉特的小女孩。斯瓦拉特呢，是1948年出生在印度盘纳这个城市的。当她4岁的时候呢，开始讲述自己前世的故事。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她说自己前世住在凯蒂利城，另外一个城市。事情的发展呢是这样子的：当她4岁的时候啊，她父亲有一次无意带她去凯蒂利城游玩，然后走了一半的时候呢，她突然对她父亲说：“啊，爸爸，这个城市我很熟悉，我以前生活在这里。”然后呢，他说了一段他爸爸不知道的事情。说完了以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他说：“爸爸很口渴了，我们去以前的家里喝口茶吧。”他爸爸就觉得这个孩子是不是在胡说八道呀？但是呢，他把这个城市怎样的细节描述得非常清楚，他甚至认识自己回家的路。后来史蒂文森教授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呢，就从美国赶到印度去调查这个事情。他发现这个孩子不仅能够清晰地描述这个城市的一些景象呀、风俗习惯呀，他还能够回忆起自己前世丈夫的家庭，他有几个孩子，他说他有2个儿子然后呢还描述了自己很多其他家人的一个情况。后来呢，史蒂文森教授就带着这个姑娘去走访，然后呢，这个小女孩说，她原来的家族呢叫帕沙克，她是帕沙克家族里的一个母亲。她说她的名字呢叫比亚，她是1939年去世的，说得非常的真实。父亲母亲呢就很奇怪，史蒂文森教授呢就根据这个情况呢进行一个调查访问。史蒂文森教授和他的团队就根据小女孩的指引，在凯蒂利城找到了她前世丈夫的家族。到了这个家族以后呢，看到了这个女孩
孩所说的前世的丈夫、2个儿子以及其他的家人。当时大家还留了一个心眼啊，说这个丈夫呢是另外一个人啊，说儿子呢是另外一个人。但是呢，小女孩呢还是马上就认出来了啊，准确的把名字叫出来。她是不会被这个思维所干扰的，坚持说这个人是我的先生，那2个人是我的儿子麦利啊。她把儿子的名字呢都叫得非常的准确。她对这2个儿子表现出来的就是母亲对孩子的那种关心，自然而然的流露。更有意思呢，她还说了一段她前世丈夫的一段隐私，是所有人都不知道的。她说她的先生过去在她的钱箱里面，就是在她的私房钱里面偷走了1200卢布印度钱，这是私房钱，没有还。她的丈夫被当众戳穿这件事情的时候，感到的非常羞耻，而且这个事情的确只有她自己知道。最后承认确实有这么一回事。你看轮回这个事情啊，因果轮回丝毫不爽啊，前世欠的钱最终还是要还的。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个小女孩是1948年出生的，但是她说她的前世呢是1939年去世的，中间隔了9年的时间。那大家会问，这个小女孩9年的时间去了哪里？她说她那几年投胎到了孟加拉国，这是印度的一个邻国，在孟加拉国的一个乡村里，她也是一个小女孩，但是她不幸呢，到9岁的时候呢就去世了，然后呢再转世轮回到了印度这个地方。然后为什么能够证明她是孟加拉国呢？她的母亲回忆说，在这个小女孩小时候啊，她经常会唱一首他们都听不懂的歌，他们研究的人就让小女孩重新唱。在史蒂文森教授一起去考察这件事的团队里面呢，有一个印度教授，他会孟加拉语，他仔细一听啊，这个是孟加拉语乡村里的歌曲，他当时呢就把这首乡谣就是歌曲从头到尾的记了下来，就放在了史蒂文森教授的论文里面。乡村的歌谣是用孟加拉语唱的，然后在小女孩的家族呢是没有人懂孟加拉语的，她在周边包括凯迪利城也没有人懂孟加拉语。然后他们去实地走访那个乡村的时候，确实发现这首民谣是当地传唱非常广的，人们在日常中就非常喜欢唱这首曲子，而且唱民谣的时候村民们都会翩翩起舞。小女孩在今世的时候，她去唱孟加拉语的这首乡谣的时候，她也会边跳边唱，一副非常自我陶醉的样子。所以可见，确实有人是有轮回的记忆的。这个小女孩呢，现在也长大了，她的头脑很清楚，她也不是在说胡话，而且她已经硕士毕业，在印度的一个大学里教书，经常跟史蒂文森教授还有一个文件的书信的往来。她的学习很优秀，头脑也很聪明，现在也还在人世。这个案例给我们证明，这个小女孩确实是有可能转世轮回再来。大家不相信的话呢，也可以去印度调查，她也尚在人间。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关于前世的一些事情，包括这3个发生在亚洲国家的和西方国家的一些前世的故事。前世记忆呢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主题，科学界对此呢也有不同的一些认识。那有些人说，这种记忆遗传呢是人类先祖的记忆被遗传到下一代的基因当中，这些说法呢也尚未被科学证实，它只是一个推断，因为没有充足的证明表示基因是可以传递记忆的。还有一个叫神经生物学的一个理论呢，他说有一些科学家认为前世记忆可能是大脑神经网络中不同部分的一些互动，这种互动呢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导致类似于前世记忆的现象。但是这种解释也依然存在着很大的一个争议，因为我们对大脑的如何运作，科学研究目前还有很多是不了解的地方，还有很多未知之处。那心理学家是怎么看的呢？心理学家认为，前世记忆可能是一种潜意识的体验，这些记忆可能是个体在某种心理状态上产生的。这种说法虽然比较靠谱，但也无法解释一些明显的前世记忆的细节、人物背景和时间为什么可以被真实的查证到。所以呢，西方这些轮回的研究和结果虽然非常丰富但是呢，依然是没有一个科学界统一的一个认识的。那么有些人相信轮回和体验，有些人依然不相信。那有些人会说，轮回只存在于那些有记忆的个体上，它只是一个个体现象、偶然现象，这些人是超乎常人的一些无法解释的神秘，它不能作为一个普遍的认识。就是说，你不能证明每个人都有前世，有些人的记忆可能是特殊的，就是神秘事件。但是
也是因为这一个论点争议，西方科学家也在几十年前就发现，有一些特殊的方法，有一些特殊的引导的手段，是可以让每个人都去获取自己前世的记忆的。就是说，我们身上都藏着我们的前世记忆，只要你有一个密码，只要你有把钥匙去打开，我们都有机会去看到自己前世是谁，做过什么。如果真的有这把钥匙，你想不想要得到？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前世，并且你有机会去获取自己前世的记忆，你会有勇气去面对吗？下一期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去看到自己的前世。